不是。宇轩，Nick，快点送他去医院！快点，快点！宇轩，麻烦你跟他确定这份口供的内容。怎么样？他有没有供出幕后指使者、联系方式，还是制毒工厂地点？他知道的不多，他说是一个老乡介绍他来赚外快，每次都是通过手机收到指示去拿包裹，然后送回店屋。他在那里见过一个40来岁的男人来拿货，可惜他不知道对方的名字，而且每次来都戴着墨镜和帽子，怕被人认出。喂，感觉怎么样？很好啊，感觉自己很酷，像武打明星一样。拜托你，以后不要做这么危险的事。你不顾自己，要想想你奶奶和小姑啊。你千万不要跟他们讲，家里已经够烦了，不想让他们担心。我像是会出卖朋友的人吗？案子有什么进展？警方已经把那个跑腿带回去问话，他们还在店屋里找到一些线索。没有抓到负责人吗？那怎么证明我的小姑是在不知情底下被人利用啊？警方会找到证据，证明你小姑是无辜的。你要给他们一点时间。可是我小姑面对的是贩毒罪，不能在家里哭的。不如我们继续查下去。如果只是找证人、抓跑腿，我们还行。可是面对一个犯罪集团，就我们2个人，怎么查啊？是你说有机会要再合作，为正义而战的。何况我们又不是2个人。笨鸡，开动吧。宇轩受伤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是为了找利用他小姑的坏人才受伤的。那一群人想抓住他，他为了自保，只好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来。平时看宇轩这么柔弱，没想到也有这么勇敢的时候。走投无路，就会勇敢。就算不是走投无路，我们面对不公义的事情，也要勇敢站出来。加入我们，一起追查陷害宇轩小姑的坏人。我不要。喂，好歹我们3个也曾经一起出生入死，你怎么可以那么不讲义气？反正你现在也没工作，你加入我们，以后分到的酬劳算你一份。赚到钱，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我有钱。除了吃就没有别的嗜好了。喂，你等一下有没有空，跟我去个地方？你除了吃，最会的就是打架。我们今天就来切磋一下。输的人要帮对方完成一件事，你打不过我。比过才知道。我赢了。说好输的人答应对方完成一件事。
我就当你答应加入我们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啊！ Mary，志明，今天过得怎么样？很好。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吗？有。换工作了。是不是国英叫你帮他？是。很好，那你要好好做。知道了。对不起，我今天没有办法过去。如果他的情况有变，记得通知我。放心，我跟 H 会看着他，你自己要小心点。知道了。笨鸡答应了，组队成功。小姑，流血了，只是一个没良心的男人，是为了他想不开吗？谁想不开了？我是在切苹果。你放心吧，我才不会为了一个骗子伤害自己。官司的事你就不要这么担心。赵律师很有经验，他能够把你保释出来，就一定能帮到你。我是在恨我自己啊！为什么这么容易相信人？被一个没见过的人骗得团团转，现在害你们为我担心。罪魁祸首是利用你的骗子，还有贩毒集团。不要太自责，不会有事的。吸引力法则说，你相信什么就会得到什么。我只想要有一个真心对我的男人啊，为什么偏偏吸引那么多这些烂男人啊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只是比别人绕了更多路，总有一天你会遇到对你真心的人的。我要吃苹果。好啊，我来喂你。老板娘，2碗芝麻糊，1碗这里吃，1碗带走。马上来。谢谢你啊，又吃又爱，蛋买给谁的？老板娘，我跟你说，我最近得了一个奇怪的病，叫做吃不到芝麻糊就睡不着的病。有那么夸张吗？新加坡这么多糖水店，随便一家都吃得到啊。不一样，你的芝麻糊特别香，特别甜，找不到第2家了。
我觉得我这辈子就认定你了。的芝麻糊呢？人家撩妹你撩姐啊，想吃免费的甜品哦。漂亮姐姐请我吃甜品，我是不会拒绝的啊。好啊，爱吃多少就吃多少。搞不好以后真的没得吃了。你不做了啊？不是不做了，只是随时可能会去坐牢。现在是有一天算一天吧。法庭都还没判，你就给自己定罪，未免也太悲观了。现在都还没有撤销控诉，情况对我很不利的。这段感情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了。严格来说，他只是在利用你，完全称不上是感情。看清楚了也好啦，以后就知道怎么挑男人啦。没有以后了，你嫌我的家训还不够惨吗？男人都是一样的，用甜言蜜语把你骗到手之后，等你没有利用价值了，玩腻了，就一脚踢开。所有的感情都是一文不值的。老板娘，我也是男人，你也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嘛。哎，好啦，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有很多贱男人的，所以啊，所有的姐姐妹妹们，就需要我这种有情有义，还有真心的男人来拯救。你呀，要不是小我这么多岁，我肯定倒追你。你不早说，下一次我一定赶在你之前出生。还要等下辈子啊？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案子有什么进展？可以不要一开口就谈案子吗？你怎么不关心你哥一下？我今天工作累不累啊？我今天工作多久啊？我心急嘛，你也知道我朋友的小姑被牵扯在内。好，我只能告诉你，我们逮捕了几个嫌犯，他们供出的幕后老板是个新加坡籍男子，他每隔几天都会去店务拿货。我们也在现场找到一副有度数的墨镜，应该是属于他的。那你们可以去眼镜店询问。我已经叫同事查了。对啊，我想到的，你当然也想到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想念当警察？其实警队也很想念你，你真的不考虑回来吗？又提，烦不烦啊你？我去倒杯水给你喝，别说我这个当妹妹的不关心哥哥。妹啊，你这盏灯一闪一闪的，有没有灯泡？我可以帮你换。不急，有空我再去买，反正也不差那盏灯。家里最疼你的就是老爸，不管谁对谁错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相信妈也不想看到你们闹成这样。表情多搞笑！你看你，来，我的包，我是拍的，OK。妹妈，
你还在玩这个？之前那只被你弄死了。我买了一只赔给你，是你自己不要的。一个大男人是要这么记仇吗？记什么仇啊？问他喽。都几点了？快点进来吧。肚子饿了，去买东西。哎，基本上我们会协助其他国家的警方寻找案件的重要关系人，可能是目击者或者是污点证人。目标就是要找到证人出庭作证，让案子能够侦破。为什么警察会需要我们的帮忙啊？有些证人可能像汉娜那样不愿意作证，我们不能逼，只能想办法说服。另一些证人或许失去联系，本地警方找不到，就由我们从旁协助。就好像私家侦探一样。差不多。有时候用普通人的身份进行调查更灵活，不用管那些程序。我一直都相信，要达到正义，不止一条路。那我们会一直有任务吗？要接到案子才会行动。每一次任务的酬劳都不固定，不管多少，我们平分就对了。所以平时是不会有薪水或任何补贴的。我是无所谓，反正我还有工作。不过，他不是刚刚失业吗？我有钱。他不会是富二代吧？他是富二代，打死都不信。不如我委托你帮我查一查。还有吗？来，庆祝我们正式组队。陈志明，把杯子拿起来。碰杯。耶！组队成功 ，Cheers！陈志明，喝完它。哎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帮我们的队取个名字。我有这个想法，你有什么建议？我们3个人，不如叫003。不好。人家叫 F4，干脆我们叫 F3。你是说 keyboard 上的 F3？不如我们叫 Control Alternate Delete。对耶，你是 Control， 我是 Alternate， 那他就是 Delete。这一次的任务不是正式委托，目标是要调查包裹毒品案，找到证据证明宇轩的小姑是无辜的。拜托大家了。用火炭混入可卡因是近几年出现的运毒手法，如果没有高端技术，很难察觉火炭加了料。贩毒集团会利用网络找到像你小姑这样的普通市民接收包裹。幕后老板为什么是墨镜男？警方在收集包裹的店屋找到一副有度数的墨镜，相信是属于跑腿口供中提到的幕后老板。去查这个房间。看来我们走得很匆忙。可惜又让他跑掉。
谢谢你。宇轩都走了，你怎么还在？喂鸡，你这只笨鸡反应这么快，平时是不是有参加什么运动？每天都锻炼？没有，不是练出来的，难道是天生的？反应慢，没饭吃。还以为你有多厉害。又不是丢给我的。死笨鸡！是，法政组说修复人那天找到了护照资料，报告已经 email 给你。好，知道了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换灯泡。都说了，客厅不缺这盏灯，我会自己换的。很快的。哼，话这么少，一点都不像徐英杰，你肯定有问题。我在换灯泡啊。好了。你肯定有心事。快点冲师招来！雅哥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是瞒不过我的。这件事好像挺严重的，而且跟我有关，对不对？我们跟着墨镜的线索，找到一个收货的地址，上门突击搜查的时候，抓到人了。人跑了，可是我们可是什么啊？我们找到一本烧到一大半的新加坡护照，是属于余文光的。余文光？曼宁死前要见的那个线人，余文光？没事。美秀，不是来见一个叫余文光的线人吗？为什么会跟人家发生枪战？我们已经派人去寻找余文光了。可是余文光不是死了吗？5年前在洋房找到的那副白骨，难道不是余文光？林姐，
哥，你确定那个被烧到的护照是真的？经过鉴定，确定是10年前发给余文光的护照。不过护照上的签发日期有动过手脚。你怀疑有人盗用死人的护照当身份证明，掩人耳目？那个人可能长得很像余文光，或者假扮成余文光的样子。还有一个可能，就是余文光根本没死。可是当年找到的人证和物证都指向死者就是余文光，连法庭也接受判定余文光死亡。可是你们找到的是一副白骨，没有办法验 DNA， 不能100%确定是余文光啊。如果余文光没死，那洋房的那副白骨又是谁的？不管是谁，肯定跟余文光脱不了关系。你怎么好像确定余文光还活着？直觉吧。也许是妈冥冥之中希望我们重新调查他的死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找到余文光，问清楚事情的经过。我跟你一样，想查出案子的真相。你有什么发现，一定要让我知道。还有，不要冲动行事，让自己陷入危险，知道吗？老板娘，哇，这么有心情喝茶，还是在研发新产品？不是啦，这叫茶叶占卜，听说很准的。这种东西都没有科学根据的，你也信？玩玩罢了嘛。哎，我留了最后一碗芝麻糊给你，等一下。你做这个占卜是想测什么啊？爱情运？你们当警察的都学过读心术的。是你太容易被人家看穿，谁不知道你现在所有的烦恼都是为了那个男人啊？那个骗子才不是。那你是为什么而烦？我不明白为什么每段感情都这么多磨难。真心付出，却换来这样的结果。你每段感情都这么挫折吗？连一点点快乐的回忆都没有？快乐，应该是我在准备结婚的时候吧。对象是我的初恋，很可惜，后来突然失踪了。到现在还是无声无息的。他朋友都说是我逼他结婚，把他给吓跑了。也许他有什么苦衷呢？
我原本也以为他可能反悔不想结婚了，还是得了什么婚前恐惧症的。可是都已经10年了，还是无声无息的。我想我应该接受他可能不会再回来的事实吧。这么 drama， 该不会是抄电视的吧？我有必要拿自己的幸福开玩笑吗？啊，好了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最多给你个机会喽。是我给你个机会吧？不可能，你看我的茶叶这么多，孤独终老，明明就很多茶叶。老婆也不是什么美女啊。你怎么到现在还在看贱男人的照片呢？看看而已啦，不要这么大惊小怪嘛。他叫吴建雄，不叫贱男人。他一声不响闹失踪，连一句交代都没有，让你白白等了这么多年，还不是贱男人吗？可是他不是这么不负责任的人，可能他有什么苦衷呢？你到现在还认不清这个男人的真面目。你忘了我可没忘。那天你不舒服，我帮你打电话给他，是个女的接电话，之后他就消失了。为什么总是遇到错的人？是我谈恋爱没有天分，还是我真的太天真了？人生太短，不要浪费你的时间想这些假设性的问题，折磨自己。爱错了就再爱过，你一定会遇到值得你托付的人。是啦，爱情顾问，早点睡觉吧。你也去睡觉。你今天叫我们来，是不是案子有了新的进展？算是吧。那是有还是没有？警方突击搜查了一个单位，可惜没抓到人。不过他们找到烧到一半的护照，掌握了一个人的身份，很有可能是莫静安。那很好啊，掌握了身份，很快就能抓到人。可是根据调查，这个人已经死了。护照是属于一个叫袁光的男人，不过5年前，他的骸骨在一间破旧的洋房被发现。莫静南为什么要用一个死人的护照？人还没死，我也希望他没死，他还欠我们家一个真相。余文光也骗过你的家人？不是欺诈案，而是一起命案。受害人是我妈。10年前，他在调查一宗毒品交易，余文光是他的线人。我妈约了余文光见面，却在见面地点附近被人开枪打死。他是凶手吧？凶手是一个偷渡者，也在现场死了。警方推断，我妈跟凶手搏火，双方都中枪，伤重不治。至于他们为什么搏火，还有具体的经过都不清楚。没有目击证人吗？
怀疑宇文光一定是看到了什么，要不然他就是帮凶，甚至是主谋。他在案发后人间蒸发，不会是巧合。没想到在找到他的时候，他竟然已经变成了一副白骨。现在有证据证明，宇文光可能没死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就是这里，5年前发现白骨的洋房。这么大，一个人死在里面这么久，没有人发现吗？怎么样，都会有腐臭味吧？很多人都觉得匪夷所思。如果不是有人投诉，环境局的人上门检查一吻之声，那副白骨有可能到现在还躺在里面。房子是谁的？屋主叫叶丽娜，是一名寡妇，老公遇车祸死了。宇文光是她后来交的男朋友。听邻居说，叶丽娜很少露面，很神秘。男朋友死在自己家，那他人呢？警方找不到人，因为屋主不知所踪。房子就这样空置了很多年，没有卖掉，也没有租出去。他是凶手。当年警方的确怀疑过叶丽娜，不过因为找不到她，也没有任何证据，所以到现在还是悬案。我们进去吧。我走前面，你在后面保护我。Hello， 文光，你回来了。拥有这么大的房子，主人应该挺有钱的。我觉得他被魔仔害命的可能性比较大。先别下定论，找到更多线索再说。都过了这么多年，你觉得我们还能找到什么？查案不能放过任何细节。房子看起来保存得不错，我们仔细找找，也许能找到一些没有被破坏的蛛丝马迹。那副白骨就在厕所找到的。这里就是发现白骨的地方。怎么死的？法医推断是头部遭撞击，失血过多而死。当初警方是怎么确定白骨就是宇文光？他们在这里找到宇文光的皮夹，里头有宇文光的驾照。单凭驾照就确定身份？白骨的身高、年龄、伤处都跟宇文光符合，死了5年，也跟宇文光失踪的时间吻合。还有邻居说，当天看到宇文光来找叶丽娜。这么多证据，难怪会认定死者是宇文光。不是死在这里。你的意思是，死者是在别的地方遭到袭击，然后才被拖到厕所，而过程中皮夹不小心掉了，没被发现。没想到你蛮聪明的嘛。那你告诉我，这个推理对找到杀人动机、凶手身份有什么帮助？
笨鸡就是笨鸡。我饿了，你刚刚不是吃了2大碗的甜品吗？我要吃饭。我们还有很多地方还没看，先看完了再去吃。干嘛？发什么脾气？你的呼唤像风一样陪伴我失去方向，是我固执了吗？天真太傻，求你说实话。现实化为彼岸花，信仰失守在泥沼，永不相见野花，为何突